经过近10年的努力，台湾海军的神龙计划终于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计划的首艘潜艇战斗系统升级与验收测试预计将在今年完成。根据军方的透露，整个专案的进展已经完成约70%，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进行测试站的验收工作。全面完成该项目则还需要一些年限。对于台湾海军来说，曾经是西太平洋的主力舰艇之一的剑龙级潜艇，虽然服役多年，性能逐渐跟不上现代需求，但通过这一轮的性能提升，剑龙级潜艇的战力将有望得到显著增强。实际上，台湾海军从2014年起便启动了剑龙级潜艇的性能提升计划。早在2015年，消息就曾透露出，台湾计划对海龙级与海虎级潜艇进行大规模的升级延寿。海龙级潜艇原本使用的以色列 TMIC-4CH 电子接收系统已经过时，精度误差大，这促使台湾海军决定在提升项目中重点更新作战系统、电子战设备等关键部分。与此同时，台湾海军还计划通过与欧洲潜艇制造商合作，学习其他国家的潜艇升级经验，特别是荷兰的海象级柴电潜艇的延寿方案。通过这次合作，台湾海军进一步评估了海龙级和剑龙级潜艇的现状，并且制定了包括电子战系统、战斗系统、机电系统等多方面的提升方案，以延长潜艇的服役寿命，并提升其作战效能。在剑龙级潜艇的性能提升项目中，台湾军方重点从4个方面进行升级。首先是电子战系统的增强。2016年9月，台湾进行的投标项目捷径专案，计划为2艘潜艇升级电子战系统，预算为2.9亿新台币，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实施。该项目旨在为潜艇安装先进的电子侦察系统，以实现水面侦察、威胁预警等功能，能够搜寻和分析水面舰艇的雷达信号，并对其进行侦测、比对和识别。这些技术包括耐高压全向天线罩、耐高压螺旋天线、耐高压喇叭型天线和水密缆线等。所有系统的制造和整合均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军方确认，这些技术可以满足神龙计划的要求，项目已接近完成。其次是战斗系统的升级。从2014年起，台湾便开始为剑龙级潜艇规划战斗系统的更新。根据2018年的防务预算报告，台湾为此编列了74亿新台币，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负责。升级计划包括安装新的战斗系统和预备系统，并进行验收测试。尽管受到外国装备供应延迟的影响，台湾军方已经完成了第1艘潜艇的战斗系统升级，并通过了大多数的验收测试。第3，武器系统也得到了升级。2015年，台湾海军启动了剑鱼专案，正式向美国采购48克瓦查重型鱼雷，以替代剑龙级潜艇原有的 SUT 鱼雷。2017年，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46枚 MK48 Mod 6 AT 重型鱼雷，其中包括36枚战斗用鱼雷、4枚操作鱼雷和6枚训练鱼雷。由于预算问题和交货延期，台湾将采购数量减少至28枚。预计相关设备的交付将在2030年完成，较原定的2028年有所推迟。MK48 Mod 6 AT 重型鱼雷的规格为长85米，重达1500公斤，最大航速可达到55节，在40节的航速下，其最大续航可达50公里。与之前的型号相比， MK48 Mod 6 AT 在电子、水声以及动力系统等多个关键子系统上都进行了改进。它采用了开放式的即插即用系统架构，这使得导引硬件可以轻松升级，同时能够实时上传最新的水文数据，以便更好地适应不同海域的作战环境。MK48 Mod 6 AT 的推进系统不需要潜艇对其进行维护、监控或环境控制，因此在舰队储存的鱼雷中，最少可以达到5年的储存寿命。此外，所有活动部件都经过严格的安全测试，只有在完全合格的情况下才会批准其投入使用。相比台湾现有的 SUT 鱼雷， MK48 Mod 6 AT 的最大速度提升了60%，最大射程提高了25%。此外，剑龙级潜艇还在载台和机电系统方面进行了整合升级。2017年，台湾宣布将由荷兰的 RH 买运公司担任潜艇系统装备界面整合的技术顾问，预算为1315亿新台币。该公司负责为剑龙级潜艇的舰体平台与机电系统之间的接口设计提供技术支持，涵盖了电子战、作战管理以及平台和机电等系统的升级整合工作。
尽管合同原定于2017年完成评估报告，2018年开始具体工程项目，但由于台湾未公开后续的进展，外界并不清楚这一阶段的具体情况。根据军方最新消息，剑龙级潜艇的系统升级计划将涵盖3大主要项目，其中包括一项预留系统，同时还计划建设安置测试站。整个项目自2018年启动，预计到2027年完成大约70%的工作进度。虽然最初的目标是在2024年完成所有3套系统的验收测试，但由于部分关键装备的出口许可文件未能按时完成，导致相关设备的交付出现延迟，从而影响了系统升级进度。为了应对这一延迟，军方对项目进度进行了调整。新的计划是在2024年完成首艘潜艇的战斗系统升级与验收测试，2025年完成第2艘潜艇的升级与测试。而第3套系统的验收测试计划定于2026年完成，并最终在2027年完成2艘潜艇的全面系统验证。此次升级的重点之一是对潜艇的战斗系统进行提升，以增强其在现代战场中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随着新一代作战系统的引入，剑龙级潜艇将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复杂多变的战斗环境。此外，预留系统的建设将为未来潜艇升级和技术集成提供灵活的空间，使潜艇能够迅速适应新的战术需求或技术更新。安置测试站的建设也将确保升级后的潜艇能够在实际作战环境中进行有效测试，验证各项提升是否符合作战项目要求。尽管遇到了出口许可和交付延迟等挑战，台湾海军依然坚持按计划推进潜艇系统的升级工作。通过这些系统提升，剑龙级潜艇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并在未来几年继续为台湾海军提供强大的水下作战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剑龙级潜艇的作战能力将得到极大提升，这也为台湾海军在未来的海上作战中提供了更强的防御力量。为了确保性能提升项目的各项系统功能符合海军作战需求，海军将建立一个测试站。当剑龙级潜艇完成升级并安装新装备后，潜艇将被移至港边的测试站进行各项功能测试。近期台湾公布的报告称，剑龙级潜艇战斗系统提升项目由中山科学研究院主导，并由海军负责监督实施。中山科学研究院已与国际供应商完成了合同签署，并获得了装备出口许可。接下来的工作将由中山科学研究院与国际厂商合作完成系统生产和整合。海军将继续监督整个升级过程，确保潜艇各个部分的性能提升按计划推进。尽管剑龙级潜艇已经服役37年，且其性能不再能与当前主流潜艇相比，但在其服役初期，它的静音性能堪比当时苏联的基洛级877型潜艇，其声纳和舰载作战系统也远超同类苏联潜艇，代表了欧美常规潜艇技术的先进水平。回顾20世纪70年代，台湾只有2艘老旧的美国2战时期常规潜艇，性能严重落后。这些潜艇的鱼雷管在移交之前已经被封锁，因此只能作为训练使用，几乎没有作战价值。然而，考虑到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水下作战能力的匮乏，迫使台湾必须寻找补充手段，而当时的自主建造能力不足，最终选择了通过外购来解决这一问题。台湾购买这2艘潜艇的过程其实充满了偶然性。1981年，荷兰主动向台湾推销其改型潜艇，而当时台湾海军仅装备了2艘2战时期的老旧潜艇，性能十分落后，因此对荷兰的提议非常感兴趣。台湾原本计划采购6艘潜艇，但由于预算有限，难以说服其他军种做出经费调整，而荷兰的船厂也正面临经济困难，前景不明，因此台湾最终决定先采购2艘。至于后续4艘的采购，则会根据首批潜艇的使用情况再做决定。尽管荷兰具备潜艇建造能力，但它并不具备生产潜射鱼雷的能力。当时荷兰海军使用的是美制的37克瓦查和48克瓦查鱼雷，但由于未能获得美国的转售许可，荷兰潜艇无法配备这些鱼雷，因此台湾购买的潜艇并未包括必要的武器装备。最终，经过建造，2艘潜艇分别于1988年抵达台湾，正式命名为海龙舰和海虎舰。为了弥补潜艇缺乏鱼雷的困境，台湾海军决定向印尼采购117枚 SUT 鱼雷，以装备其剑龙级潜艇。这一决定是在当时潜艇鱼雷库严重短缺的背景下做出的。
特别是在采购潜艇时，由于荷兰潜艇未能提供相应的鱼雷装备，台湾急需解决这一问题。SUT 鱼雷虽然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鱼雷存在一定差距，但它的低噪声特性使其成为世界上3大低噪声鱼雷之一。这一特性使得 SUT 鱼雷在隐蔽性和反潜能力上具有独特优势。其相对较低的噪声不仅能够降低潜艇在作战中的被侦测概率，还可以有效提升潜艇在敌方防御系统中的存活率。SUT 鱼雷是由联邦德国的潜艇技术公司研发，并授权印尼进行组装生产。鱼雷的设计结合了先进的水声技术和低噪音推进系统，使得其在发射后可以在水中保持相对较长的隐蔽时间，从而增加击中敌舰的成功率。1987年，台湾完成了与印尼的交易，所有117枚鱼雷及其相关设备顺利交付到台湾，确保了剑龙级潜艇的作战能力得以恢复。鱼雷交付后，荷兰的潜艇制造厂商也对剑龙级潜艇的火控系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改进，使得这些潜艇能够与 SUT 鱼雷兼容使用。通过对潜艇火控系统的适配和升级，台湾海军成功实现了将 SUT 鱼雷纳入现有武器装备体系的目标。这一调整不仅提升了剑龙级潜艇的攻击能力，还极大地弥补了此前在武器系统上的空白。尽管 SUT 鱼雷的性能与世界最先进的鱼雷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在当时，它凭借低噪声、较高的可靠性以及台湾海军急需应对的水下作战需求，成为了解决潜艇武器问题的理想选择。它的加入使得台湾海军的剑龙级潜艇能够继续在战略上保持一定的威胁，特别是在面对潜在的海上对手时，具有了更强的打击能力和自卫能力。剑龙级潜艇自1987年服役以来，曾是西太平洋地区作战性能最强的常规潜艇。然而，由于种种国际因素，台湾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未能获得新的鱼雷供应，而 SUT 鱼雷的维护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台湾因此启动了抗龙计划，尝试自制鱼雷，但由于航速未能满足海军要求，仍需继续依赖外购鱼雷。为弥补这方面的差距，台湾海军在2008年购买了32枚美制 UGM-84L 鱼叉潜射导弹，用以装备剑龙级潜艇。到了2017年，台湾开始新一轮升级，采用了美制作战系统和 M48 MOD 6AT 鱼雷，以此填补在自研潜艇服役前的空缺。经过性能提升后，剑龙级潜艇预计将继续服役20年，达到50年以上。除了剑龙级潜艇的延寿与提升，台湾还在加速推进自研潜艇的建设，计划服役8艘。除了常规潜艇外，台湾还在研发水下无人潜艇，这是一个高度机密的水下项目。那么，经过升级的剑龙级潜艇是否能够达到海军的作战需求？自研的海鲲级潜艇是否能按计划提前服役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